人口高龄化其实大家对这个医疗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大，特别在药品这一块。所以我们那时候评估说，这个未来市场呢，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特别住在台湾，不要是从药品开发，还是从制造面还是从销售通路面。所以其实我们最后决定 CDMO 代工代开发是一个比较适合在台湾做的一个产业。那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呢，就一进入到 CDMO 就知道说你要有一个经济规模，所以我们是觉得要达到一个经济规模，在这个产业是会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快速可以达到竞争优势呢，就是透过并购这一块。其实我常提到说，那用钱买时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并购这一方面来说呢，是可以用这个钱买时间。It's a perfect timing for 台湾的生技产业啊。首先，这个中美贸易的关系其实是给台湾一个新的机会。不管是从新药开发还是从并购面，没有中国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市场在竞争呢，是给台湾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管是在当地的一些公司的合作，还是另外是可以跟中国公司合作。透过他们的产品开发外销到全世界，这个是一个台湾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趁这个中美贸易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可以变成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机会。第二呢，我觉得从资本市场，那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算是比较慢下来，利率这方面来说就是一直提升然后就有这个通膨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对生技的投资算是比较保守一点。那但台湾呢不管是柜买中心，还是这个交易所，还是整个政府来说，一直推动这个产业。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机会。那当然最后呢，是因为这个两个因素呢，其实台湾的人才是越来越好了。不管是从国外的技术，国内的这个人才，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给台湾。对生技也需要一点耐心是需要投资一段时间。那它的一个整个 life cycle 跟这个电子业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从政府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要鼓励这些公司委外发展，就鼓励他们在国外设点并购跟国外合作一些技术。因为我们生技也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资本，那必须要有一个大市场可以回收这个投资，所以必须要去更大的国际观，而不要只是做台湾市场所以资本、技术跟管理面其实都必须要达成一个目标，公司才能走下一个阶段的一条路。首先，财讯生日快乐！财讯我其实有2个印象很深刻。第一，我在住美国的时候，父亲常常会来看我。那一下飞机，包包里面就有一个财讯。那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大概看不懂中文，但他会念这哪里公司很棒，这是新的创业家。所以第一次接触财讯是我父亲介绍给我。他每次要带来给我台湾的最新的经济跟商业方面的一些资讯，都是透过财讯带给我。那第二就是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一句中文都不会。那其实其中一个课本之一就是财讯因为我觉得最好学一个语言的时候是要对你有兴趣的东西开始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2个印象最深刻的财讯这个杂志给我的。